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4章。调查停止。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先生住在多塞特郡一个名叫格兰奇西斯的小村庄1英里开外的一栋方方正正、保存完好的红砖宅邸里。这栋方方正正、保存完好的红砖宅邸坐落在一片方方正正、维护良好的土地中央。这片土地不够大，不能称之为公园，但又太大，不能另起别名。因此，无论是房子还是庄园都没有名字。这处产业只被称为托尔博伊斯先生的产业。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先生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与乡绅这个尊贵英国头衔联系在一起的人了。他既不打猎，也不饲养牲畜。他一生中从未穿过深红色外套，也未穿过高筒靴。只要不影响他那些讲究的舒适生活，南风和阴天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他只关心收成状况，因为这能给他带来他土地上农作物的某些租金。他年约50，身材高大，笔挺，瘦骨嶙峋，棱角分明，脸庞方正苍白，眼睛浅灰色，稀疏的黑发从两耳向上梳到光秃的头顶，这使他的相貌略微像一只梗犬，一只机警、固执、顽固的梗犬，一只任何有自尊心的偷狗贼都不会去偷的梗犬。没有人记得曾见过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先生有所谓的阴暗面。他就像他那朝北毫无遮蔽的方形房子一样，他的性格中没有可以躲避他那无情光芒的阴暗角落。他浑身都是光。他用同样清晰的理智之光审视一切，无法理解那些可能改变事实的严酷轮廓，赋予其某种美感的柔和阴影。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是否清楚。他的性格没有曲线，他的思维总是直线前进，从不向左或向右偏离，以磨平他最尖锐的棱角。在他看来，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在他那冷酷而认真的漫长一生中，他从未接受过这样的观点：环境可以减轻错误的黑暗，或削弱正确的力度。他抛弃了唯一的儿子，因为儿子违背了他的意愿。他也准备好在女儿第一次犯同样错误时就抛弃她。如果说这个意志坚强、固执己见的人也会有虚荣这种弱点的话，那么他无疑会为自己的冷酷而自豪。他为自己那使他成为如此令人不快之人的不屈不挠的理性而自豪。他为自己那钢铁般的固执而自豪。这种固执从未被爱或怜悯的影响所战胜，也从未偏离其无情的目的。他为自己性格中那种从未体验过情感的软弱，或源于这种软弱的力量的消极力量而自豪。如果他曾为儿子的婚姻以及他自己造成的父子决裂而感到遗憾，那么他的虚荣心一定比他的遗憾更强大，并使他得以掩盖痛苦。事实上，尽管乍一看这个人似乎不太可能虚荣，但我毫不怀疑，虚荣正是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先生性格中所有令人不快之处的辐射中心。我敢说，朱尼厄斯·布鲁图是虚荣的。当他下令处死儿子时，他享受着敬畏的罗马人民的赞许。哈考特·托尔博伊斯会在倒置的权杖和数磅的簇拥下，将可怜的乔治逐出家门，并严厉地品味着自己的痛苦。只有上帝知道，这个冷酷的男人在与独子分离时内心有多么痛苦，或者那种掩盖折磨的坚定不移的自负之下，隐藏着多么可怕的苦楚。我的儿子娶了一个穷困潦倒的酒鬼的女儿，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托尔博伊斯先生会对任何敢于向他提及乔治的人说，从那一刻起，他就如同不存在于我面前。我不希望他遭受任何不幸。对我来说，他就好像已经死了。我为他感到遗憾，
就像我为19年前去世的妻子感到遗憾一样。如果你们像谈论死人一样谈论他，我愿意听；如果你们像谈论活人一样谈论他，我必须拒绝听。我想哈考特·托尔伯伊斯很欣赏自己这番话中阴沉的罗马式庄严。当他背对着可怜的乔治的带球者时，他一定很想披上一件罗马长袍，把自己裹在他严肃的褶皱里。甚至乔治也从未试图去软化他父亲的决定。他太了解父亲了，知道这件事已无可挽回。如果我给他写信，他会把信连同信封一起折好，在上面签上我的名字和收信日期。年轻人曾说，然后他会叫来家里所有的人，让他们见证他没有被感动，也没有被任何温柔的回忆或怜悯的想法所触动。他会坚持他的决定，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我敢说，说实话，他很高兴他唯一的儿子冒犯了他，给了他一个炫耀他罗马美德的机会。当海伦和他父亲劝乔治向哈考特·托尔伯伊斯寻求帮助时，乔治就是这样回答的：不，亲爱的。他最后说，也许贫穷很痛苦，但我们会坚持下去。我们不会带着可怜兮兮的脸去找严厉的父亲，祈求食物和住所，然后被他用塞缪尔·约翰逊式的长篇大论拒绝，并为社会树立一个经典的榜样。不，我的爱人，挨饿容易，卑躬屈膝难。也许乔治可怜的妻子并不完全同意这两种说法中的第一种，他不喜欢挨饿的想法。当那些软木塞上印着凯歌或闽粤香槟标志的漂亮香槟酒瓶，换成了从最近的啤酒厂粗心的店员那里买来的6便士1瓶的啤酒时，他便会可怜兮兮地哭泣。乔治不得不承受他自己和妻子的重担，而他的妻子丝毫不想把自己的悲伤和失望藏在心里。我一直以为龙骑兵都很有钱，他常常生气地说，年轻姑娘总是想嫁给龙骑兵，商人总是想为龙骑兵服务，酒店老板想接待龙骑兵，剧院经理想得到龙骑兵的赞助。谁能想到一个龙骑兵会喝6便士1瓶的啤酒，抽劣质烟草，还让他的妻子戴一顶破旧的帽子呢？如果这些话里隐藏着自私的情感，乔治·托尔伯伊斯从未察觉到。从他们短暂婚姻生活的第一刻到最后一刻，他一直爱着并信任着他的妻子。不盲目的爱或许只是一种虚假的爱神，因为当丘比特摘下眼罩时，无疑意味着他正准备展翅高飞。乔治从未忘记他被莫尔登中位美丽的女儿迷住的那一刻，无论他后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那个征服他的形象始终不变地珍藏在他的心中。罗伯特·奥德利乘黎明前从南安普敦出发的火车，于清晨抵达维勒姆车站。他在那里租了一辆马车，送他去格兰奇西斯。地上的雪已经冻硬了，这一天晴朗而寒冷，风景中的每一个元素都与冰冷的蓝色天空形成鲜明对比。马蹄在冰封的路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马蹄铁敲打着几乎和它们一样坚硬的地面。这个冬日与罗伯特要去拜访的那个人有几分相似，像他一样，这一天严酷、冰冷、不屈不挠。像他一样，他无情到令人痛苦，并且不受阳光柔化力量的影响。他不接受任何阳光，除了他自己1月份那种照亮贫瘠荒凉土地，却无法使其真正温暖的光芒。因此，他就像哈考特·托尔伯伊斯，他总是抓住真理最严厉的一面，并大声向不信的世界宣告：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其他的一面。当那辆租来的破旧马车停在一个外观严峻的铁栅栏前，车夫下车打开一扇宽阔的铁门时，罗伯特·奥德利的心沉了下去。铁门发出金属的撞击声，
撞上了一个嵌在地里的大铁齿，那铁齿咬住了门的下横梁，仿佛要把它咬碎。铁门通向一片稀疏的冷山林，笔直的树干成排生长，浓密的冬季枝叶在寒风中 defiant 地摇曳着。一条笔直的碎石车道穿过种植在精心修剪草坪上的树木，一直延伸到那栋方方正正的红砖宅邸。宅邸的窗户在1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一位不知疲倦的女仆刚刚擦拭过它们。我不知道朱尼厄斯布鲁图在自己家里是不是个麻烦，但在他的其他罗马美德中，托尔博伊斯先生对杂乱无章深恶痛绝，并且是他手下所有仆人的噩梦。窗户闪闪发光，石阶在阳光下闪耀，精心修剪的花园小径上铺着崭新的碎石，给这个地方带来一种沙粒般的红色调，令人不快地联想到红头发。草坪上大部分点缀着深色、冬季、外观阴沉的灌木，它们生长在看起来像带树蹄一样的花坛里。通往门厅那扇方形半玻璃门的石阶上，装饰着深绿色的木质花盆，里面种着同样的铁青色常青植物。如果这个人长得像这栋房子，罗伯特心想，我一点也不奇怪可怜的乔治和他分开了。在一条朴素的林荫道尽头，马车拐过一个棱角分明的弯，在任何其他庄园里，这都会是一个平缓的弧线，停在了房子低矮的窗户前。车夫在台阶上下了车，走上台阶，拉响了一个黄铜门铃。门铃发出一声令人不快的金属撞击声，弹回原位，仿佛受到了那人粗俗之手的侮辱。一个穿着黑色裤子和刚从洗衣服手中取回的亚麻条纹夹克的男人打开了门。托尔博伊斯先生在家，这位先生是否愿意出示他的名片？罗伯特在门厅里等候，直到有人把他的名片呈给房子的主人。门厅宽敞，天花板很高，墙壁是石头砌成的，橡木护壁板散发出与红砖宅邸内外所有物品一样的坚硬光泽。有些人性格软弱，喜欢图画和雕像。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先生太务实了，不允许自己有这种荒谬的品味。门厅里唯一的装饰是一个气压计和一个伞架。当他们把他的到来通报给乔治的父亲时，罗伯特注视着他们。穿着亚麻夹克的仆人片刻后回来了。他是一个脸色苍白、身材瘦削、年近40的男人，似乎已经超越了人类所有的情感。先生，如果您愿意进来，他说，托尔博伊斯先生会见您，虽然他正在用早餐。他让我告诉您，他想必多塞特郡的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早餐时间。那句话显然是对罗伯特·奥德利先生的指责，然而他对这位年轻的律师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只是扬起眉毛，表示温和的不赞成。我不是多塞特郡人，他回答。如果托尔博伊斯先生屈尊运用他的推理能力，他就会知道这一点。请带路，朋友。那个面无表情的人用一种茫然的、充满恐惧的眼神看着罗伯特·奥德利，然后打开一扇结实的橡木门，把他领进一个宽敞的餐厅。餐厅的装饰朴素简单，显然只是用来吃饭，而不是居住的地方。在一张可以容纳18个人的长餐桌的首位，罗伯特见到了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先生。托尔博伊斯先生穿着一件灰色的衬衣，腰间系着一根腰带。这是一件外观严肃的服装，或许是现代服装中最接近罗马长袍的了。他穿着一件米色的背心，一条将得笔挺的领巾和一个无可挑剔的衬衫领子。衬衣的金属灰色几乎和他眼睛的颜色一样，背心的米色也和他肤色的暗淡米色相仿。
罗伯特·奥德利并没有期望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在举止或性情上与乔治相似，但他确实期望父子之间会有某种家族的相似之处。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很难想象还有谁比乔治更不像他生命之源的保证人了。当罗伯特看到这封信的寄信人时，他丝毫也不奇怪自己收到了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先生的这封信。像他这样的人，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写这封信。那个大房间里还有第二个人。在向哈考特·托尔博伊斯打过招呼后，罗伯特转向那个人，不太确定自己应该做什么。另一个人是一位女士，她坐在4扇窗户中最后一扇窗户旁，做着那种通常被认为是朴素的针线活，身边放着一个装满印花布和法兰绒的大柳条框。罗伯特和这位女士隔着整个房间的长度，但他注意到她很年轻，而且长得像乔治·托尔博伊斯。他的妹妹，他想，这是他唯一一次敢于把目光从房子的主人身上移开，投向窗边那个女性身影的时刻。毫无疑问，她是他的妹妹。我知道他非常爱她，他的命运肯定会让他感动。这位女士从座位上微微起身，让她正在缝制的那件尺寸不变的衣服从膝上滑落，还有一个线轴沿着橡木地板滚到了土耳其地毯的边缘之外。坐下，克拉拉，托尔博伊斯先生用严厉的声音命令道。这位先生似乎并没有对他的女儿说话，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也没有转过脸去看他。就好像他通过某种专属于他自己的社交磁力知道了这件事，就好像正如仆人们常常不禁地观察到的那样，他的后脑勺上长着眼睛。坐下，克拉拉，他重复道，把线放回针线盒里。这位女士因为受到指责而脸红了，她弯腰去剪线。罗伯特·奥德利先生并没有被房子主人严厉的仪态吓倒，他跪在地毯上，找到了线轴，并把它还给了他的主人。而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则带着全然惊讶的表情注视着他的举动。也许，先生，罗伯特·奥德利先生，他看着他拇指和食指间夹着的卡片说，也许当您找完线轴后，您会闪光告诉我您来访的目的是什么。他挥动着他那只匀称的手，那姿势在庄严的约翰·肯布尔身上或许会令人钦佩。仆人明白了，于是搬来了一把沉重的红摩洛哥皮椅子。仪式进行得如此缓慢而庄严，起初罗伯特以为会发生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但最后他明白了现实，便让自己坐进了那把令人印象深刻的椅子里。你可以留下来，威尔逊。当仆人正要退下时，托尔博伊斯先生说，也许奥德利先生想喝杯咖啡。罗伯特那天早上什么也没吃，但他打量着那张令人沮丧的餐桌，银质的茶具和咖啡具，僵硬的华丽和毫无情趣的布置，然后拒绝了托尔博伊斯先生的邀请。托尔博伊斯先生不喝咖啡，威尔逊。房子的主人说，你可以退下了。那人鞠了一躬，然后退下了。开门和关门时都小心翼翼，仿佛这样做是在冒犯什么，或者仿佛他对托尔博伊斯先生应有的尊重，要求他像德国故事里的鬼魂一样穿过橡木护壁板。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先生仍然坐在那里，灰色的眼睛凝视着来访者，手肘支撑在红色摩洛哥皮椅子的扶手上，指尖合拢在一起。如果他是朱尼厄斯·布鲁图，他就会以这种姿势坐在他儿子的审判席上。如果罗伯特·奥德利容易感到不自在，托尔博伊斯先生就会成功。但是，就像他 For a Hoy Habited
坐在一个敞开的火药桶上点燃雪茄一样。他仍然对这种不愉快的局面无动于衷。当他想到儿子失踪的可能原因时，父亲的尊严在他看来微不足道。我前段时间给您写过信，托尔博伊斯先生。当他看到人们期望他开始谈话时，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哈考特·托尔博伊斯点了点头。他知道罗伯特是来谈论他失踪的儿子的。上天作证，他那冰冷的坚忍是虚荣之人的做作，而非像罗伯特所想的那样，是绝对的残忍。他也用指尖点了点头。审判已经开始，朱尼厄斯布鲁图正在享受其中。我收到了您的信，奥德利先生。他说，他和其他正式信件一起归档了。我已及时回复。那封信是关于您的儿子的。罗伯特说完这句话后，坐在窗边的女士那里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他几乎立刻看了他一眼，但他似乎连动都没动。他没有再缝纫，而且几乎一动不动。我想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冷酷无情，虽然他长得像乔治。奥德利先生想。您的信是关于那个曾经一度是我的儿子的人，先生。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回答道。我必须请您记住，我已经没有儿子了。您没有理由提醒我，托尔博伊斯先生。罗伯特严肃地回答。我记得很清楚。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您已经没有儿子了，而且我有痛苦的理由认为他已经死了。当罗伯特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也许托尔博伊斯先生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但他只是扬起了他那浓密的灰色眉毛，并轻轻地摇了摇头。不，他说，不，我向您保证，不是。我认为乔治·托尔博伊斯在9月份去世了。那个被称为克拉拉的年轻女子仍然坐在那里，把她的针线活仔细地叠放在腿上，双手紧紧地抓住布料。当罗伯特谈到他朋友的死讯时，他没有做出丝毫的举动。他看不清楚他的脸，因为他坐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而且背对着窗户。不，不，我向您保证，不是。托尔博伊斯先生重复道。您坚持一个可悲的错误。您认为我错了？认为您的儿子已经死了吗？罗伯特问道。毫无疑问，托尔博伊斯先生带着一种表示他智慧宁静的微笑回答道。毫无疑问，我亲爱的先生，失踪无疑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策略，但还不足以欺骗我。请允许我告诉您，奥德利先生，我对这件事的理解比您要好一些，而且您也必须允许我向您保证3件事。首先，您的朋友没有死；其次，他失踪是为了让我感到震惊，为了让我作为他曾经的父亲原谅他；第三，无论他决定躲藏多久，他都不会得到我的原谅，因此他最好尽快回到他通常的住所和日常活动中。那么您认为他故意躲避所有认识他的人，目的是什么？为了影响我，托尔博伊斯先生宣称。他以虚荣为出发点，解释生活中所有的事情，并坚决拒绝从其他角度分析它们。为了影响我，他知道我的性格是多么不屈不挠。在某种程度上，他了解我，知道任何常规的尝试来软化我的决定，或使我偏离我坚定的生活目标，都会失败。因此，他采取了其他手段。他一直躲藏起来，以使我震惊。当他在适当的时候发现他没有成功时，他就会回到他正常的生活中。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托尔博伊斯先生说，语气变得崇高起来，我会原谅他。是的，先生，我会原谅他。我会对他说，您试图欺骗我，我已经向您证明了我不会被欺骗。
您试图吓唬我，我已经让您相信您不能吓唬我。您不相信我的慷慨，但我会向您证明我可以慷慨。引号。哈考特·托尔博伊斯用一种刻意的方式表达了这些话，这表明他早就仔细斟酌过了。罗伯特·奥德利听到这些话后叹了口气。愿上帝给您机会对您的儿子说这些话，先生，他悲伤地回答。我很高兴知道您打算原谅他，但我担心您再也见不到他活在世上了。关于这件事，关于这个可悲的事情，托尔博伊斯先生，我有很多要告诉您，但我更愿意单独说。他补充道，看着坐在窗边的女士。我的女儿知道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奥德利先生，哈考特·托尔博伊斯说。没有理由不让她听到您要说的话。克拉拉·托尔博伊斯小姐，罗伯特·奥德利先生，他用一种庄严的手势补充道。这位年轻的女士点了点头，表示对罗伯特的敬意的认可。让他听吧，他想，如果他和他的父亲一样缺乏感情，对这样的事情都无动于衷，那就让他听听我要说的最糟糕的事情吧。沉默了几分钟，在此期间，罗伯特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些文件，其中包括他在乔治失踪后写的那份文件。我需要您全神贯注，托尔博伊斯先生，他宣称，因为我即将向您透露的事情非常痛苦。您的儿子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由于种种原因，我非常敬爱他。我之所以如此珍视他，或许是因为我了解他，并且和他一起度过了他一生中的重大困境，而且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相对孤独，被您本应是他最好朋友的人所拒绝，被剥夺了生命中唯一爱过的女人，一个穷困潦倒的酒鬼的女儿。托尔博伊斯先生插话道：如果他像我有时认为的那样，死在了床上。罗伯特·奥德利继续说道，因为悲伤，我会真诚地为他的死而哀悼，即使我亲手合上他的眼睛，并看到他躺在他的最后安息之地。我会为我以前的同学和那位我如此敬重的朋友的死而感到遗憾，但是与我现在的感受相比，那份悲伤会非常轻微，因为我坚信我可怜的朋友已经被谋杀了。被谋杀。父亲和女儿异口同声地重复了这个可怕的词。父亲的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女儿把脸埋在双手里，在整个会面过程中都没有再抬起头。奥德利先生，您疯了！哈考特·托尔博伊斯惊呼道，您已经疯了。或者您的朋友派您来玩弄我的感情。这种行为在我看来是一种阴谋。我撤回原谅那个曾经是我儿子的人的打算。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又恢复了他以前的性格。这一击虽然沉重，但影响只是暂时的。先生，我绝无不必要地惊扰您的意思，罗伯特回答。愿上帝保佑您是对的，而我是错的。我为此祈祷，但我并不相信。我甚至不再抱有这种希望了。我来找您是为了寻求建议。我将简单明了地向您陈述引起我怀疑的情况。如果您告诉我这些怀疑是荒谬和没有根据的，我会照您认为合适的去做。我会离开英国，并放弃寻找那些证实我恐惧的证据。如果您告诉我继续前进，我就会这样做。没有什么比这个请求更能满足哈考特先生的虚荣心了。他声称愿意听取罗伯特要告诉他的一切，并且也愿意尽其所能提供帮助。他强调了最后一点，用一种与他的虚荣心一样明显的做作态度，贬低了他建议的价值。罗伯特·奥德利把他的椅子移进托尔博伊斯先生的椅子，开始详细描述乔治
从他到达英国的那一刻起，直到他失踪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从那时起与这件事有关的一切。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全神贯注地听着，不时打断他，提出一些权威性的问题。克拉拉·托尔博伊斯一次也没有把头从他的手中抬起来。当罗伯特开始讲述的时候，时钟指向11点1刻。讲述结束时，时钟敲响了12点。在讲述他们所卷入的情况时，他特意避免提及他叔叔和他妻子的名字。现在，先生，在解释了事态发展之后，他宣称：“我等待您的决定。您已经听取了我得出这个可怕结论的理由。他们对您有什么影响？”他们丝毫没有改变我之前的想法，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先生回答道，带着一个固执男人不合理的骄傲。我仍然相信，就像我以前相信的那样，我的儿子还活着。他的失踪是对我的阴谋，我拒绝成为这个阴谋的受害者。那么您希望我不要继续我的调查吗？罗伯特庄严地问道。我唯一要告诉您的是，如果您继续下去，要知道您这样做是自担风险，而不是为了我。在您告诉我的事情中，我不认为有什么理由让我为您的朋友的安全感到担忧。那就这样吧，罗伯特突然喊道。从这一刻起，我就不再管这件事了。从这一刻起，我人生的目标就是忘记他。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站了起来，从他放帽子的桌子上拿起帽子。他看着克拉拉·托尔博伊斯。自从他把脸藏在双手里那一刻起，他的态度就没有改变。早上好，托尔博伊斯先生，他严肃地说。愿上帝保佑您是对的，愿上帝保佑我是错的。但我担心，总有一天您会为自己对您唯一儿子的命运漠不关心而感到后悔。他向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先生和那位女士，他的脸仍然埋在他的手中，庄重地鞠了一躬。他花了几秒钟凝视着托尔博伊斯小姐，心想她会抬起头，会发出某种信号，或者会表现出想让她留下来的愿望。托尔博伊斯先生按铃叫来了那个面无表情的仆人。仆人把罗伯特领到了门厅门口，那庄重的样子，仿佛是在陪他去行刑。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奥德利先生想，当他最后一次看着那低垂的头时，可怜的乔治，毫无疑问，你需要一个朋友，因为很少有人爱你。